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今晚首播，云秀航空降阵容不错，李一桐、曾舜晞、邓卫这次淘到宝了。没任何预兆，电视剧《云秀航》直接官宣了6月20号晚上播出，妥妥的空降。主演名单拉出来看，李一桐、曾舜晞、邓卫3个人扛大旗。后面还跟着带路娃，王以伦、程红欣、田嘉瑞、简雨熙、范静雯这一串名字，怎么说呢？满屏都是年轻面孔、俊男美女扎堆，光看卡司就已经让人想点进去了。说实话，我是被一张路透图勾进来的。你要问我怎么知道这部剧的，说出来可能有点好笑，我是刷到一张路透照才知道的。那大概是去年夏天的事了。照片里李一桐穿着一身素色长裙，靠在一面斑驳的老墙跟前，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眼神望向远处，也不知道在琢磨什么。坦白讲，那张照片拍得真不算好，甚至有点糊，但恰恰是那个模糊的轮廓，让我心里猛地动了一下。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感觉对了。这个状态太对了。后来我专门去扒了这部剧的来头，才搞明白它改编自日本轻小说《彩云国物语》。这本书我上学那会儿翻过，到现在还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女主角洪秀丽，一个出身已经没落的贵族家庭，硬是凭自己的真本事杀进了仕途的姑娘。在那个世界里，女性根本不被允许当官，可她偏偏不认这个命。如今这个故事有了中国版，女主角改名叫范云，由李一桐来演。我个人觉得这个选角选得挺妙，演员这块不是一眼惊艳型，但越看越有味道。云秀航的演员表我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讲真，这不是那种靠流量明星硬凑出来的阵容，但你把每个位置上的人仔细端详一遍，会发现还真都有点意思。李一桐演范云，前面提过了，她身上有一种很独特的气质，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挖出声的惊艳，而是一种这个人好像经历过不少事的感觉。范云这个角色，原著里是个极其能扛事的姑娘，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又是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全家上下基本都靠她一个人撑着。可他骨子里偏偏又有一股傲气，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傲，而是我是穷，但我绝不低头的那种劲。李一桐的眼神里恰好有这种东西。他以前演过不少角色，但我总觉得范云这个人物可能会成为他演艺生涯里最让人记住的一个。曾舜晞演齐征，这个角色对应的是原著里的子刘辉，也就是九成。原著叫彩云国的君主，光看设定你就知道，这是个表面吊儿郎当，实则心里什么都门清的人。他成天装出一副醉醺醺的模样，好像对国家大事完全不上心，但暗地里一直在蛰伏，等着一个翻盘的机会。曾舜晞这几年的进步有目共睹，从《倚天屠龙记》到说英雄谁是英雄，能明显感觉到他在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表演路子。这次演一个装傻充愣的君主，说实话比演一个正儿八经的皇帝难多了。你得让观众看穿你是在演，但又不能演得太露骨，那个分寸感必须拿捏得死死的。邓卫演正室，这个角色在原著里叫紫静兰，是范云的青梅竹马，同时也是齐征身边最得力的心腹。邓卫之前在《长相思》里演涂山璟，那种温润如玉的公子形象算是彻底立住了。这次演正室，大概率会延续那种感觉。不过正室这个角色比涂山璟要复杂得多，他表面上是个谦谦君子，实际上背着一段很沉重的过往，是个真正有故事的人。另外，戴露娃演魏13，王以伦演高然，邓孝慈演魏荣，田嘉瑞演严将。这几个年轻演员，说实在的，我之前了解不算多，
但翻了翻他们的资料和过往作品，感觉选角导演是下了功夫的，不是挑最红的，而是挑最对的。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种天然的古装感，不是现代人硬穿古装的那种违和，而是真的往那一站，你就觉得这个人就该是那个时代的人。还有老戏骨引祝盛演郑远，鲍大志演吕文仲，这两位往镜头前一坐，戏就稳了，不用多说。故事讲的什么？不是宫斗，是一个姑娘铁了心要当官。云秀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九城的地方。九城不是一座城，而是9座城池的合称，格局有点像春秋战国时期，名义上有个共主，但实际上各城都有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彼此之间勾心斗角，谁也不服谁。故事的起点是范云家里出了变故，他原本出身名门，后来家道中落，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朝廷里有个权臣叫萧太师，他打着照顾旧臣之后的旗号，想把范云弄进宫去当贵妃，实际上是想把她变成自己手里的棋子，方便操控朝政。按照一般古装剧的套路，到这一步女主角就该进宫了，然后开启漫长的宫斗模式，一步一步往上爬，最后当上皇后之类的。但云秀行偏偏不这么玩。范云进了宫，见到了齐征，两个人一聊，发现彼此都不是对方想象中的那种人。齐征不是真的昏君，他只是在忍。范云也不是那种甘愿被人当棋子摆布的人，他有自己的主意。齐征问他：“你到底想要什么？”范云说：“我想参加国试。国试就是科举，在那个年代，这是只有男人才能碰的东西，女人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齐征听完，沉默了好一阵，然后他开始想着，他没法直接下一道圣旨，说从今天起女人也能考科举。那样的话，第二天满朝文武就得跪在宫门口，说他违背祖制，逼他收回成命。他只能一步一步来，先悄悄修改律法里的某些条文，再在暗地里推动一些试点，给范云创造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范云也确实没浪费这个机会，他凭自己的真本事，在国试里考了个探花，成了9城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官吏。后面的故事就是范云怎么在这个全是男人的官场里站稳脚跟，怎么用自己的能力证明女性同样可以治理一方，怎么和齐征联手推动改革，把那些陈旧的规矩一点一点打碎。当然了，推动改革从来都不是轻松的事，那些既得利益者不会坐着等死，他们会反击，会设套，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范云从朝堂上赶出去。范云和齐征要面对的，不光是外面的敌人，还有内部的猜忌、背叛，以及他们自己内心的动摇。9城这盘棋，谁在下棋，谁在局中？9城的势力格局，说复杂也复杂，说清楚也能说清楚。我大致捋了一下，主要有这么几股力量在互相角力。旧贵族集团，这是最顽固的一拨人，他们的祖上在9城建国之初立过功，几百年来一直把持着朝堂上的关键位子。在他们眼里，祖宗之法就是天大的道理，任何变化都是对他们的冒犯。范云想参加国试，他们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理由无非是女子无才便是得阴阳颠倒，国将不国之类的老话。但说到底，他们反对的不是范云这个人，而是任何可能动摇他们地位的变化。寒门世子这批人本来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他们自己也很纠结。一方面，他们自己就是从底层一路爬上来的，按理说应该支持给更多人机会，但另一方面，他们好不容易才在官场上争到了一席之地，如果突然让女人也来考试，那竞争不是更惨烈了吗？所以他们对范云的态度很微妙，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大部分人选择先看着齐征和他的核心班底，这是推动改革的主力军。齐征身为君主，名义上权力最大，但实际上处处受制约。他身边有正氏这样的得力助手，有魏13这样的武将，也有一批愿意跟他干的年轻官员，但他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所以他们需要范云，需要一个能证明女性野行的活生生的例子。萧太师和他的党羽，这是齐征最大的对手。萧太师这个人城府深得吓人，表面上对君主忠心耿耿，背地里一直在给自己攒家底。他本来想把范云变成自己的棋子，结果范云完全不按他的剧本走，于是他就成了范云最大的敌人。民间力量，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股势力。范云参加国试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在民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嘲笑，有人质疑，但也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被压了几千年的女性，在暗地里支持他。他们不会出现在朝堂上，不会写奏折，但他们会在范云被围攻的时候，悄悄给他送一碗热粥，或者在街头巷尾替他说一句公道话。这些力量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汇聚到一起，就是改革最坚实的根基。10个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聊完了势力格局，咱们来聊聊人。这部剧里的角色，每一个都有自己完整的故事线，不是那种用完就扔的工具人。范云，全剧的灵魂人物。他出身名门，但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这些苦没有把他压垮，反而让他比一般人更扛得住事。他进宫见到齐征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从一开始的各取所需，慢慢变成了真正的信任和依赖。他参加国事，进入官场，推动改革，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但他从来没退缩过。按照原著的走向，他最终会成为9成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尚书，主持修订了允许女性参加科举的律法。他的结局不是嫁人生子，不是功成身退，而是继续在官场上发光发热。他这一辈子就证明了一件事：女人不需要靠男人，照样能活得漂亮。齐征这个角色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复杂性。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霸道总裁式男主，他有太多无奈，太多隐忍，太多说不出口的苦衷。他喜欢范云，但他不会用权力去占有他，而是尊重他的选择，支持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原著里，他最后选择了退位，把王位传给了更合适的人，自己和范云过上了相对平静的日子。这个结局说实话挺出人意料的，但仔细想想，又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贪恋权力的人。正是这个角色让人心疼，他是范云的青梅竹马，也是齐征最信任的人。表面上温文尔雅，实际上背着一段沉重的过去。他对范云的感情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友情，但他清楚范云和齐征之间的关系，所以选择把这份心意永远埋在心底。他的结局不同版本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始终站在范云和齐征身边，是他们最可靠的战友。魏13，范云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铁的支持者。和范云走文官路线不同，魏13是武将出身，武艺高强，性格爽利，在战场上不输任何男人。他和范云一文一武，互相扶持，在9成的官场上硬是闯出了一片天。他的结局是成为9成第一位女性将军，统领一支军队，镇守边疆。高然这个角色挺有意思，她是范云父亲收养的义子，按理说该叫范云一声妹妹，但她对范云的感情明显不只是兄妹之情。她文武双全，能力很强，但性格偏冷，不太会表达自己。他对范云的这份感情注定不会有结果，
所以他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不需要的时候默默走开。他的结局大概是离开九城，去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开始。魏荣，魏13的哥哥，齐征身边的重要幕僚，性格沉稳，心思缜密，属于军师型的人物。他在范云和齐征的改革过程中出了不少力，帮他们化解了很多危机。他的结局是继续留在朝堂上，辅佐新军，维持九城的稳定。严将这个角色很有意思，他一开始并不站在齐征这边，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让他逐渐看清了谁才是真正为九城好的人，于是转而支持齐征和范云。他的转变不是突然的，而是一步一步来的，很有说服力。素因，范云身边最亲近的人，从范云进宫起就一直陪在他左右。他见证了范云所有的起起落落，也在范云最难的时候给了他最大的支撑。他的结局是跟着范云一起继续在官场上打拼。郑远，尹祝胜饰演朝堂上的老臣，代表着旧势力。他是范云改革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之一，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派，他有自己的立场和逻辑。只不过在那个时代，他和范云注定站在对立面。吕文仲，鲍大志饰演，同样是朝堂上的关键人物。他和郑远不同，对新事物的态度相对开放一些，但也有限度。他是那种可以被说服的人，但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证据。最后说几句掏心窝的话，云秀行这部剧目前还没有正式播出，说实话，具体什么时候能播，现在谁也说不准。但从前期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这部剧的野心不小。他不是那种谈个恋爱顺便拯救一下世界的古偶，而是真的想讲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改革、关于女性力量的故事。我个人最期待的一点是这部剧会怎么处理范云和齐征的感情线。在原著里，两个人的感情是慢慢升温的，不是一见钟情，也不是欢喜冤家，而是在共同奋斗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对方是自己生命里不可或缺的那个人。这种感情比那些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套路要动人得多。当然了，这部剧到底能不能拍好，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古装剧最容易踩的坑，一个是服化道太廉价，一个是剧情太拖沓，一个是演员演技撑不住。从目前的信息来看，演员阵容是靠谱的，剩下的就看编剧和导演的本事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把这部剧放进必看清单里了。等它播了，咱们再好好聊。